我们除手毛和脚毛不是应该要用软蜡吗？为什么你都用硬蜡呢？没有错，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今天我就来帮你解答，为什么我要使用硬蜡来除手毛加脚毛。嗨，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之前呢，我就学过非常多家的手法。早在5、6年前吧，可能是5、6年前，就是台湾刚开始流行热蜡除毛的时候，我们就有跟过一位专门做除毛的老师学习除毛。那之后呢，又接触了莱康、平福，还有莱利等等类的一些除毛厂商。那除了 Rika 其实我没有上过以外，其他大部分我都有上过课。大部分的除毛课程呢，都是用软蜡在除手毛加脚毛。软蜡呢，它又必须一定要搭配除毛布来使用。所以呢，在做这个手法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皮肤上可能需要先擦一点痱子粉，或者是擦一点点油脂的东西，好，再用这个软蜡，然后搭配除毛布来做撕除的动作。那我个人会觉得这样子呢，非常有黏腻的感觉，并且会拉扯皮肤，所以我个人非常不喜欢使用软蜡。一直到之后呢，我看到 Vegetable X 的那个广告是用那个硬蜡在除手脚毛，而且它的广告非常的厉害，是一抹即撕，所以我真的觉得太方便了。其实我比较不计成本，而且要求快速的，所以我个人是喜欢用好的材料。像我的睫毛呢，我就一定要用山茶花；像我的除毛的产品，我就一定要用 Vegetable X 的。没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是圣品中的圣品而已。因为好用啊，但是好用就会贵啊，不是因为贵我才用，我又不是贱人，对不对？贱人就是矫情。所以之后我又去 Vegetable X 上课，学习怎么用硬蜡来除手脚毛。那我归纳了几点，就是用硬蜡除手脚毛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它不会拉扯皮肤。它使用硬蜡在拉的时候是拉毛发，并不拉皮肤哈。如果是用软蜡呢，是基本上是毛发、皮肤通通都拉。我个人是这样感觉，所以客人在使用软蜡，然后加除毛布的时候，痛感呢是会增加多一点点的啊，因为它会有一点点拉扯皮肤的感觉。所以我们刚才讲啦，软蜡多数一定要搭配那个痱子粉嘛，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用硬蜡就不需要用痱子粉，对不对？第二点呢，因为我们如果使用硬蜡来除手脚毛的话，基本上它是平行涂加上平行撕，那撕的方向呢会跟软蜡撕除的方向会有一点不一样。硬蜡的撕除方向是往这里，软蜡的撕除方式会比较往上，所以呢这个方向其实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因为这一点点的不一样呢，基本上它痛感会降低非常的多。第三个就是我最欣赏的啦，因为呢平行涂可以这样一直线涂下来，然后一直线撕掉，所以非常的快速。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点。那第四点呢，基本上呢你撕除之后呢，皮肤摸一摸是不会黏腻的，所以不太需要再除残蜡。用硬蜡撕除呢，你看有这么多好处，它只有一个缺点让我比较过不去的，就是 a little bit expensive。A little bit expensive， 有点贵。至于同学喜欢选择什么样的材料，还是要依照自己的手法，依照自己的荷包，还有自己的客群下去做判断，不是贵就一定好。老师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跟我用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收费高一点啊，当然我们的客群好一点，我们就可以收费高一点。那假设我们的客群是比较普通的，那我们收费也会普通。那收费普通就不可能用贵的材料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自己的客群下去判断你要使用什么样子的材料。好啦，那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些有关于硬蜡除手脚毛的这个单纯是我个人的使用心得哈。那同学们千万不要使用别家的硬蜡来做这样子操作手法，因为其实硬蜡有分，就是它的延展性啊，或它的软硬脆度都会有分。那别家的硬蜡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用 Vegetable X 这样子直接撕除，因为有一些厂牌的硬蜡它可能会比较质地比较脆一点，所以这样子的蜡其实就不适合拿来除手脚毛，它可能只能拿来除硬毛，就是例如说腋下或私密部。假设如果你想要像我一样这样直接涂直接撕的话，可能要用跟我一样的蜡和一样的手法，会比较容易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否则你就会说，哎呀，Gina老师怎么喇叭？为什么我涂就不能这样撕哈？因为蜡不一样，所以就会有不一样哈。我们也不是帮 Vegetable X 做广告哈。如果以后呢，我有用到其他比较好用的蜡，我也会拍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目前我真的没有看到有什么比较好用的。以后如果有更好的，我就会推荐给大家哦。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是有帮助的哦。Gina TV，我们下回见，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并且要打开小铃铛，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我是Gina，我们下回见，拜拜。